大家好，我是一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克洛普斯之前我在新版本攻略视频里面说过这个版本附魔法器的修改是对基克洛普斯的绝对增强。这位靠 CD 吃饭的法师可以达到 45% 的最大减 CD。你不要以为只是增加了 5% 的冷缩这关系到一个法术灰烬契合度的问题。由于移速属性比冷缩属性在天赋里面更重要，所以一般人都会在法师灰烬第一行选择移速。那么一套满级的法师灰烬可以提供 5% 的冷缩，如果你不出破碎流年 15% CD 或者锁魂项链 5% CD， 这 5% 的 CD 会一直空缺存在，一般跌到 35% 就不会考虑再往上加了，因为冷缩属性一出的话性价比就会不高。而现版本可以再出一件 10% 的 CD 装备达到 45%， 这么一对比就比之前多了 10%。然后基克洛普斯本身就有命中技能可以减少 CD 被动，把它们全算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版本基克洛普斯技能就快得离谱。在上个版本法师有个万能3件套，就是回蓝鞋加命运刻钟加上天才法杖，代表英雄有法沙、塞西利奥、洛伊，标志着爆发型的英雄。由于蓝 buff 要给打野，那么缺蓝的法师就只能这么出。在强了1年多之后附魔法器增强了，再加上这个版本的法穿机制，无论是回蓝血还是 CD 血，对于法师而言作用都远远不如法穿血。但是你没有蓝 buff 也不出回蓝鞋，那你可是很缺蓝的。那么一个3件套就由此产生了，就是法穿鞋加附魔法器加天才法杖。除了基克洛普斯，很多多段伤害且吃技能 CD 流的法师都可以出这3件套，比如说星梦、伊赫、古尔德。位置选择打野位，因为打野矮子比中路矮子强的不止一点点。第一，打野矮子有蓝 buff， 可以少出一个 10% CD 的装备，而中路矮子是没有的。第二，中路矮子太缺蓝，在附魔法器出来之前很难受。打野矮子除了有蓝 buff 之外，击杀野怪还能回蓝。第三，打野更容易带节奏，更好 carry。鞋子附魔冰刺猎杀，比起抓人，对于矮子而言，这更是一个逃生的手段，因为现在冰刺猎杀是可以加速的，当一个小疾跑用。3件套之后算上蓝 buff已经有 35% 的 CD 了，那么后3件需要有一件 10% CD 的装备。第4件必选巨能之力，矮子3大属性移速、冷缩、吸血一样都不能少。后面给我们的格子不多了，我会选择神圣晶石和神域。神域除了减 CD 还能增强吸血，让对面有减回血的情况下你也能吸得回来。如果对面魔抗有超过120英雄有2个以上，后期可以把天才法杖换成魔法神剑。刚好矮子出了星球大战的联名皮肤尤达大师，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场实战。矮子打野必须要有辅助跟着倒也不是矮子的问题，主要是高分局辅助必须跟着打野。你们开局看到那一把就是前期被惨无人道的反野，霸下一直跟着老虎，根本没人管我。等我发育起来，对面已经成神仙了，那真是谁来都不好使。这把是个3排我找了一个朋友玩坦克，前期帮我打个野，守下野区。后面其实就还好了，然后莱斯利也是跟我们一起的，他最后选了一个射手走中路，也问题不大。但是你这个在这里想吃我经济，问题就有点大了，而且线全给莉莉娅拿到了。莉莉娅清兵快的话，已经占据了拿这个回血花的有利位置。我们过去之后并没有抢到，因为对面打野来了。没有抢到河道花这个问题你看起来问题不大，其实还是有点小问题的。就是对面打野比你多了一个小野怪的经济，那么他比你到4就快一些。前期打野到4的这一波经验是至关重要的，越快越好，必须分秒必争。你看这一波，如果我有4，死的人就不是我了，这2个都得给我躺下。但是问题不大，这一波打下来，我和对面的哈利都死了，而且我拿到了一个人头，对面哈利没有拿到人头，这一波不亏。这波回来呢，发现他们还没有走，那对不起，你是走不掉的。一个大招定住之后，判定他的位置，一个一技能带走。这边呢，路过龟，我不打，我想先打蓝。为什么？因为在我的视角里，我觉得蓝 buff 对于矮子而言是要比神龟更加重要的。神龟可以放，但蓝 buff 被反了，你会很难受。
这波蓝 buff 拿了之后呢，顺势往上面抓一波普罗迪，对吧？但是哈利把我们的神龟给击杀了，但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好，我们从上到下刷完银人野到这个草丛里，打算包夹那2碎皮，但是库弗拉从那边过来了，我们开个21技能消耗一下。你看这坦克直接被我们打掉半条血，剑锋上来果断大我，这时候坦克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直接反打一套，直接2个残血。哎，你再给我嚣张！哎不，这飞镖能刮到我？复活出来第一件事，咱还是拿蓝啊！拿完蓝，对面应该再开龟过去看一眼。这波是我的失误啊，因为打蓝 buff 的时候把猎杀交掉了，就没东西抢了，在那边犹豫了半天，最后被集火了。所以犹豫就会败北，没猎杀你就走就完事了。但是问题不大，没蓝了咱用先打红，但这个剑锋把周杀了，肯定开大了。以这个剑锋的性格，他肯定不会走。上一波残血他没走，这一波满血你觉得他会走吗？哎，你位移走只能延长我大招控你的时间。虽然你比我高1级，但是你没大，那你在我眼里就是个提款机。所以说呢，打游戏你要了解人性也是很重要的。像有的粉丝要我出一期专门具体讲意识、讲游戏意识的视频，其实这个东西是很虚无缥缈的，你不能说像装备啊，或者徽记天赋啊，或者连招一样，我一个视频能讲明白。这意识这种东西呢，如果你没有天赋，一定是靠多玩多看去培养出来的。一个视频是讲不明白的，你要去多分析对手甚至队友他想干什么，他会怎么样，多看多学多玩，耳濡目染就会了。你看这一波我们人都在，你库弗拉跳进来不找死吗？但是这一波我2技能直接把猎猎80%血打下来，哎，你回来没用，我2技能又好了，一套21直接带走你。这边还有一个哈利，对不起，我21又好了，直接又是一套21带走。哎，这边普罗迪以为他过来能收割，对不起，我技能又好了，还是一套21直接带走。没有大招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们对于这个版本出完3件套的矮子有多强，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也没有任何心理预期。他们完全想象不到，在他们还是顺风的情况下，对面的矮子伤害居然有这么高，而且能 CD 这么快。我相信在座的看视频的各位啊，如果对矮子这个英雄不是很熟悉的话，你们也完全想象不到，哎，这个矮子为什么你技能 CD 这么快，伤害这么高，就离谱。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 Find what you have learned. Save you again. Fearing you. Magic. 哎，我就是不死啊，你气不气？还有一点啊，就是矮子呢，你只要有1滴血存在，你就不需要回家浪费时间，吸血很快就能吸回来。这个哈利你是找死吗？一个大招跟你说拜拜，兄弟！哎呦，打得不错啊！直接给我喂满血了，你说这事儿妙不妙？啊，这边是对领主有想法的，但是对面也在这边开个大，把这个库弗拉不让他跑。还有这个剑锋，哎呦，可惜你找的是莱斯利，你下来直接被我一套21直接带走，因为莱斯利血更少嘛，他没有锁头像，锁的是残血目标。你看这个，我一个21，这个库弗拉也半条血没了，他根本扛不住。你看这边，这普罗迪
在做梦吧，他还想控我一波秒我。矮子还有个好处就是你二技能开起来之后啊，就算别人把你控制了，这个二技能还是可以自动追击的。说白了就是你不用自己瞄准，对吧？哎，这个领主让猴子打了，根本不缺我的伤害。再说一下这库弗拉的问题啊，就是现在这版本啊，坦克就是肉不起来，你吃不到经济你就肉不起来，还不如一些功能性的软辅啊，或者一些前期入侵强战伤害高的战士打辅助位，可能会更加厉害一些。但是没办法，是不是？你们也不去玩坦克边路，我感觉库弗拉边路可能还可以。你只要让坦克吃经济，这个版本还是肉得起来的，因为很多坦克装都是加强，但是你走辅助位，对不起，你就肉不起来。什么时候什么坦克上单、坦克打野也能够提上日程啊，那就好了。那这波拿领主把对面高地推掉，肯定是走不来。这库弗拉过来，先打着库弗拉推我了一下，没事儿啊，你跳。跟不上，这个剑锋想要大人，他大到了残血的泰格。这剑锋意识是有的，可惜操作差了点。他只会大招锁人，但是大不到他想要的目标。哎，等一下，为什么你们都死了？哎，这没必要吧？这个哈利，我们想反打他，我二技能没开起来，刚刚应该二技能开起来之后再反打一个大，这哈利就没了，但没关系，我们先拿个蓝。然后就是等队友复活呗，对面反正3个高地都没了。好的，咱们双 buff 在手，队友复活准备打架。哎，这边莱斯利勾引一波，库弗拉跳进来，泰格一波大闪，直接把人全部推回来，我在后面爆炸输出。对面还是没搞懂谁是 C 位啊？你们贴莱斯利有啥用呢？这就是咱们故意放出去的诱饵。那这样的话，对面2个人是肯定守不住的，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了。那么也是很轻松的拿下这一局。60%的输出。来，我们回顾一下这局讲了几个点，其实其他的你们没记住没有关系。为什么矮子这么强？只要记住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就是我讲的3件套：法穿鞋加附魔法器加天才法杖就完事了。这就是矮子伤害为什么高、CD 这么快的秘诀。其他的矮子能有啥操作啊？都没什么操作的，2、3技能都是必中的，唯一一个就是1技能的命中率。所以学会了吗？学会了就赶紧去上分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